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日警告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外部攻击将引发俄方审判日式的回应。而就在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对此番言论作出回应，没有人会接受俄政客对乌所谓审判日的恐吓，并声称将迎来审判日的是俄罗斯。据报道，泽连斯基是在当地时间周日向全国发表的视频讲话中做出的这一回应。泽连斯基称，今天俄罗斯发出另一个关于乌克兰审判日的不那么冷静的声明，当然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恐吓。他提到8年前马航 MH17 坠毁事件以及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称这将是俄罗斯的审判日，不是象征性的，不是振振有词的声明，而是真正的审判日。当地时间上周六，乌方2次发出警告，称可能会对克里米亚发起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在乌克兰领海内非法修建的。乌克兰向西方伙伴承诺不使用美欧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但对克里米亚大桥这一限制并不适用。一旦出现技术可能，乌克兰就可能会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当天早些时候，在回答记者关于乌军是否会用海马斯自行多管火箭炮和 M270 自行多管火箭炮系统来袭击克里米亚境内目标的问题时，乌国防部情报发言人斯基比茨基称答案是肯定的。对此，塔斯社援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日对二战老兵的讲话说，如果克里米亚遭到攻击，审判日将非常迅速且猛烈的到来。路透社称，关于审判日具体指什么，梅德韦杰夫并未详细说明，但梅德韦杰夫此前曾警告美国，试图惩罚像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危险的，称这可能危及人类。梅德韦杰夫还称，如果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北约国家，认为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的，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系统性威胁。我们从梅德韦杰夫前总统的这个讲话中就可以看出，那么俄罗斯是把打击克里米亚看作是打击俄罗斯本土，那么这就是战争性质的改变，这是战争的升级，所以我要加强报复。俄国防部还发布了一段打击视频，根据俄方发布的视频，俄军是用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攻击的海马斯，这也是俄军第2次声称击毁海马斯。7月6号，俄军声称其摧毁了2台乌克兰军队的美制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并发布了攻击视频。对此，乌军随后予以否认，并称这是假消息。那么具体是不是击毁了？我个人还是表示怀疑。那么海马斯现在是乌克兰政府、乌克兰军队手上最有力的抗俄的这个利器，它的使用会非常灵活、非常隐秘，应该是乌克兰政府会采取最大的措施来保护装备的安全，维持对俄罗斯前线的压力。海马斯是一种基于轮式底盘的模块化高机动火箭炮，可以搭载一单元6枚227毫米火箭弹模块，也可以搭载远程高精度战术导弹模块。乌军获得的是搭载6枚火箭弹版本的海马斯，这种火箭炮可以发射射程达80公里的制导火箭弹。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在推特上宣布，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武装部队已经开始使用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同时发布了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在扎波罗热执行作战行动的照片和视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第一批原乌的海马斯火箭炮有4套，未来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海马斯火箭炮。剑拔弩张之际，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周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检察长伊琳娜·维涅季克托娃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伊万·巴卡诺夫的职务。Сьогодні я ухвалив рішення про відсторонення від посад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прокурора та про усунення голови Служби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泽连斯基表示，他对维涅季克托娃和巴卡诺夫2人的管理能力失去信心，目前已下令对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每一名工作人员的具体行为和任何不作为进行评估。泽连斯基称，乌方已经针对检察机关和执法机关官员发起了650多起涉嫌叛国和通敌的案件调查，目前对乌执法机构的调查已初见成效，并将继续进行。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周日援引乌国家调查局消息报道，乌国家调查局与国家安全局在一次特别行动中联手抓捕了一名为俄罗斯情报部门服务的乌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此人在今年3月份前担任地方安全部门负责人。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
康先生您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了总检察长维涅季克托娃以及国安局长巴卡诺夫的职务，理由是其部门一些员工涉嫌与俄方勾连。对此您有何分析呢？最近爆出来的这个乌方情报部门的丑闻呢，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个乌方的这个情报部门对于这个自身的人员的管理和控制，都已经近乎失控。特别是这个消息这个显示呢，其实有这个将近60名左右的这个乌方的特工呢，是在这个俄战区为这个俄方服务。那么实际上，那个应该派到俄战区的这些这个乌方的特工呢，应该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刺探俄军的情报的，但是他们反过来做了双面间谍。这个也说明，其实这个乌方的情报机关内部，它的无论是士气还是管理，都已经到了一个接近崩溃的边缘，所以才这个泽连斯基才做出了这个把这个SBU 就是乌方的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撤职这么一个决定。大规模叛国和通敌案件在乌克兰出现，您觉得这预示着战场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这次事件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精英内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目前的战局呢，已经不抱希望了。特别是随着这个现在战局的长期化，在乌东战场上逐步打成一个僵持战、消耗战的这样的局面。乌方现在实际上越来越不占优势。乌克兰现有的这个国防工业几乎已经完全的崩溃。它这个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炮弹、子弹，都需要这个从西方获取援助。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西方如果援助乌克兰这些武器弹药的话，它这个所付出的这个后勤的成本，包括时间上的成本，实际上都是要远比俄军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从这样如果说只算战争的经济账，只算战争的后勤账的话，那么这个消耗战也是对乌克兰方面是很不利的。在乌克兰内部，其实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争论，只不过是迫于这个一些政治正确的问题，所以说很多人不敢公开的去这个说赶紧停战吧。有部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情报人员就选择用这种与俄方合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目前战局的失望。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近5个月，俄方长绍伊古访问前线，命令部队发起下一阶段进攻，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俄方现在的这个，它是前段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主动的这个停止攻势。那么这个在这个恢复这个攻势之后呢，其实它的主要的攻击的重点依然是在这个乌东战场上，依然是在这个顿涅茨克州的这个几个主要的铁路枢纽，就是巴赫穆特、斯洛维扬斯克、这个克拉马托斯克等等这几个主要铁路枢纽。这也是这个其实在这一阶段可能在未来2个月左右，俄乌双方集中争夺的几个重要的要点。因为这几个城市呢，实际上是这个乌克兰东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铁路枢纽。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他们这个维持战争的后勤都需要这个依赖铁路。这个无论是俄军的这个重炮，还有炮弹的这个输送，还是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个西方军援的这个输送，其实都很依赖这些铁路枢纽。那么如果说这个俄军占领了这几个铁路枢纽之后呢，就将进一步的打乱整个这个乌克兰在这个乌东战场上的这个后勤状况。然后这个彻底的削弱这个乌军在这个乌东战场上进行持久战的这个能力。同时对俄军来说呢，就获取这几个铁路枢纽也可以作为下一步继续进攻的一个跳板。